爷爷和宋爷爷真是一个把自己的钱用在了玩具上，一个把自己钱用在了园区的花草上。江爷爷眼看乐宝和福宝的生日蛋糕上面的鲜花都枯萎了，今天着手入了一批新的小花，给乐宝和福宝蛋糕上枯萎的花全部换成了新的。这样姨姨们再来熊猫馆时就可以继续拍照打卡了。而圣熙阿姨这里也没闲着，圣熙阿姨这里正在着手为瑞宝、辉宝过纪念日。圣熙阿姨用模具冻了自己刚雕刻好的胡萝卜和小苹果，只要明天姐妹俩出生400天的纪念日一到，圣熙阿姨这里的礼物也就准备好了。圣熙阿姨和江爷爷都忙碌完后，来到爱宝的房间。瑞宝看到爷爷来了，眼中便没有其他人了。对于身旁的妹妹，瑞宝是直接就从她身上踩了过去。一会儿，江爷爷拿来了小零食，开始给爱宝测体温。姐妹俩凑上前争抢着，自己也要测。瑞宝这里给自己找了个空，探出头等着爷爷的主动投喂，而辉宝这里则是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夺属于妈妈的小零食。姐妹俩一静一动，瑞宝只想捡漏，辉宝则是无脑争抢，但最后姐妹俩没一个吃到小零食的。江爷爷这次谁也没给，将小零食全给了爱宝。此时的乐宝拿着窝头对姐妹俩说：“不行，我的窝头分你俩一点。”第二天，圣熙阿姨这里的冰块便冻好了。圣熙阿姨此时已经等不及，想看到姐妹俩玩耍冰块的样子了。圣熙阿姨将冰块拿来园区后，宋3岁来到园区凑热闹。宋3岁挑战了一下近乎80斤体重的辉宝。宋3岁抱着辉宝说：“辉宝，你真是不轻啊！”辉宝则对宋3岁讲：“宋3岁，你觉得你自己很幽默吗？”爱宝和姐妹俩正温馨的躺在小亭子上睡觉，突然爱宝挪动了一下身体，姨姨以为爱宝是睡累了，要换个姿势，但没想到爱宝的尾巴却翘了起来，下一秒一个青团掉了下来。但爱宝不知道的是，辉宝还在自己的屁股后面，两个青团直直落在了辉宝的脸上。而此时隔壁的乐宝正在吃着竹子，乐宝这洒脱不羁的样子实在潇洒。爱宝拉完青团后，给自己调整了一下睡觉位置，爱宝将头转到了刚才青团的位置，姨姨转到一侧，想看看爱宝的青团掉落在了哪里，但是姨姨观察了半天也没有看到爱宝刚才青团的身影。一会儿，姨姨在室外园区时偶遇了正站在室外园区上方的江爷爷。江爷爷观察着室外园区，不知是不是要为室外园区进行新的装修。而在福宝一家的饲养员中，除了2个爷爷以外，还有一位在镜头后面默默为宝家付出的圣熙阿姨。当2个爷爷忙碌在镜头前时，照顾福宝一家的工作便将由圣熙阿姨来完成。例如为福宝一家准备竹子，圣熙阿姨将竹子清理完后，来到了福宝房间。福宝看到圣熙阿姨来了，同样热情地迎接圣熙阿姨。圣熙阿姨表示自己特意给福宝挑选了最鲜嫩的竹子。圣熙阿姨表示比妈妈吃的竹子要鲜嫩一些哦。而此时2个爷爷也没有闲着，这天是宋爷爷为福宝安装室外躺椅的日子。这种力气活自然是交由2个力气大的爷爷来完成了。除了小躺椅外，宋爷爷还为福宝制作了一个福宝府邸的牌匾。宋爷爷给铁丝烧红，然后按压在准备好的木板上，全部完成后，福宝的室外园区一下便提升了好几个层次。宋爷爷表示，只要福宝还在园区1天，那自己便会每天为其想办法，创造一些好玩的玩具，直到福宝离开时的当天。福宝在韩国的这3年时间是幸福和快乐的，希望福宝幸福且快乐的雄生，回国后将会继续延续下去。今天爷爷值班来到园区为福宝放置竹子和零食，今天有爷爷的陪伴，福宝出门都用跑的，心里开心极了。福宝看到今天的胡萝卜在小亭子上，开心地转了上来，坐下来开吃。吃完胡萝卜后，紧接着吃起了竹叶。竹叶吃了一会儿，福宝来到了小木床上。福宝在躺椅上没有发现其他的小零食，便拿过身旁的竹子吃了起来。福宝和爸爸一样，先对着竹子闻一遍，只吃自己觉得味道好的。可惜这一捧竹子，福宝一根也没看上。这时爷爷返回园区，给福宝送来了窝头。福宝听见动静，一路小跑回到了小亭子上。福宝想和爷爷玩，但爷爷放下窝头便离开了。福宝只好到小亭子上吃窝头。当窝头吃完，又返回了小躺椅。小躺椅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吸引着福宝，直到姨姨低头一看，原来是福宝的胡萝卜掉在了躺椅缝里。这可难办了，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眼前，我却始终够不着你。福宝坐在小躺椅上思考着有什么办法能给他拿出来。福宝坐在小躺椅上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。福宝转身来到了门口的观景竹前，福宝熟练地站起身，将一根观景竹拉到自己的身边。虽然福宝没有完全将其折断，但当爷爷来检查时，发现10几米的竹子已经倾斜在了园区中间。今天轮到圣熙阿姨照顾福宝了。圣熙阿姨趁福宝回家休息的功夫来到园区，为福宝添置竹子。
圣希阿姨将竹子放在小亭子上后，紧接着为福宝收拾吃剩的竹子。圣希阿姨将园区上上下下都打扫了个干净，就连福宝藏在草丛里的青团，圣希阿姨都给找了出来。而圣希阿姨这次还特意给福宝多带了一块窝头。圣希阿姨觉得福宝天天自己营业一天太辛苦了，需要多补补营养。福宝来到园区后，闻到了圣希阿姨的气味。福宝和圣希阿姨的爱是相互的，福宝除了爷爷以外，最喜欢的就是圣希阿姨了。福宝坐在小亭子上，乖乖吃着圣希阿姨准备的胡萝卜和窝头，脸上洋溢着被疼爱的幸福模样。一会儿，福宝吃完胡萝卜，弯腰去拿窝头，结果却发现自己手有点短，亦或是自己的肚子上的肉阻挡了自己最关键的一步。福宝无奈，只能往前挪了挪，这才够着窝头。因为这已经快到下班点了，所以圣希阿姨只给福宝准备了这一堆竹子。福宝吃完竹子，来到了小树上睡觉。福宝心想，这样等醒来后便可以直接回家。而情况也正如福宝所想，一会儿福宝醒来后，又走到了小亭子上，吃着刚才睡觉前未吃完的竹子。福宝现在要做的便是一边吃竹子，一边等圣希阿姨给自己开门。福宝吃着吃着撅起了屁股，福宝想拉青团，福宝为了省力气，选择了侧躺着拉。福宝拉完青团，圣希阿姨刚好给门打开了，福宝便开心的回了家。上一秒，宋爷爷还在夸自己为乐宝做的生日立牌质量真好，这都过去2个月了，上面的字母依然没掉。宋爷爷小心翼翼的为其擦拭，顺便还给游客们演示了一下其质量。结果下一秒，宋爷爷轻轻一碰，上面的字母就掉下来了。宋爷爷赶紧跟乐宝说对不起。宋爷爷试图给其粘回去，但是怎么粘都粘不回去了。宋爷爷去到饮水盆前沾了点水，之后宋爷爷再做尝试，没想到还真给其粘回去了。就在游客们疑惑这是什么神奇的胶水时，一会儿乐宝来到园区，只是用鼻子碰了一下，爷爷刚才粘的字母就掉下来了。宋爷爷真是奇高一招，乐宝被迫背锅，乐宝愧疚地低下了头。与此同时，呆萌的福宝正坐在自己的小亭子上，乖乖地吃竹子，并不知道刚才爸爸那儿所发生的事情。福宝吃完竹子来到树上，福宝用自己的小脚给自己挠着小嘴，四脚兽可真是省力。福宝给自己挠完痒，又开始了背部的挠痒。挠完痒，福宝乖坐在树上，看着窗外一直盯着自己的姨姨们，有了一点些许的害羞。福宝打了个哈欠，问姨姨们自己张大嘴的样子，你们害不害怕？而乐宝这似乎已经将刚才立牌的事情忘记了。乐宝正惬意地躺在树上吹着风，享受着秋日里的阳光。乐宝盯着通道门口，看到通道门口打开，乐宝便第一时间从树上下来，开开心心地跑去了室内，顺便表示让姨姨们也早点回家吧。除此之外，姨姨今天还拍到了福宝是如何爬到围栏里的。福宝完全无视了栅栏的存在，自己的前掌进去后，便代表着自己已经进去了。这个栅栏里面的小空间相当于福宝的秘密基地，而接下来要想让福宝出来，只能等爷爷拿胡萝卜或窝头来哄了。